签了吧，这破店我拿10万收了。不签，门在后面，慢走不送。林小满，你别不识好歹！姐姐，拿10万走人，对大家都好。下周这片街区就要进行商业改造了。这是我妈留给我的店，白纸黑字不会变。但现在地皮的开发权在林氏集团手里。小满，人要面对现实，菲菲能给我拉来顶级的创业资源，你呢？所以你就为了前途，跑去跟他摇尾乞怜？你嘴巴干净点！哼，明天林氏集团的律师函一到，你这店照样保不住。慢走不送。你别后悔。当年把我妈扫地出门，现在连我妈留下的唯一念想都要强抢。完了，时间来不及了！完了，时间来不及了！你是谁？怎么进来的？姑娘救命！我天机宗护山大阵推演还差最后一位变数，虚空灵气风暴明日就到，若是再算不出，宗门1000年基业就毁了。推演变数，你算这个用了多久？整整30年，老夫日夜推演，依然差之毫厘啊！算个多元依次工程组，外加一点微积分变量，你用了30年。姑娘懂天机算术，这在我们这儿叫数学科学计算器，带太阳能的。这黑盒子竟无灵气，参数输进去，按等于号，分毫不差。此乃天道推演神器，有了此物，虚空再也无法伤我宗门分毫。85块，没电了放太阳底下晒晒，没钱拿等价的东西抵。姑娘大恩，老夫出门仓促，只有这枚布阵用的上品灵石，外加1瓶清心丹，全送姑娘。这通透度，这毫无杂质的满绿，高品种帝王绿翡翠，虽然只有1颗，但这个个头和成色绝对价值不菲。我妈以前在世曾帮过王老一个小忙，这层关系我一直没动用过。林小满，15万，菲菲心善，愿意再给你加5万，这是最后的底线。你别不知好歹，等明天林家的律师团队一到，这商铺会被强制查封。小满，视频里的石头在你手里。在的，王老。无杂质的高冰种帝王绿，而且个头这么大。小满，你千万别动，我马上带安保团队过去接你。王老，透个底，大概值多少？保守估价1500万起步。小满，刚才是我态度不好，我们毕竟有3年的感情。门在那边，自己滚。仙子救命啊！又怎么了？大阵成了，可是那烈火宗不讲武德，他们见破阵无望，竟在阵外放火，想要把我天机宗的护山林给烧了。火？对，他再烧下去，护山林就要没了。仙女，可有降服这烈火的神物？风吹更旺是吧？干粉灭火器，专治各种明火。灭火法器。看好了，我只教一遍。这白雾竟能隔绝火灵气，神物啊！此等至宝，多少灵石？120一个。仙女，这是我宗门的辟邪符和清风符，放在身上可保平安，驱散暑气，够不够换您20个灭火法器？够了，全搬走。20个灭火器，你拿得动吗？哼，老夫有储物袋。仙子大恩，待老夫灭了那阵外的反火，再来拜谢。
还真是好东西。小满，原石呢？快给我看看！完美，太完美了，毫无瑕疵。老朽鉴定珠宝40年，极少见到如此大块的满绿原石。小满，这石头你打算怎么出？我不懂行，您看着办。但我现在急需一笔钱解决点麻烦。小满，这颗原石绝对能拍出2000万以上的高价。作为诚意，盛世拍卖行现在立刻给你的个人账户预付1000万的定金，如何？成交。林小满，敬酒不吃吃罚酒。张律师，给他念念拒不搬迁的后果。林小姐，根据林氏集团的街区开发规划，您的商铺属于统一改造范围。如果您坚持拒签补偿协议，届时您不仅拿不到那15万补偿，还要承担误工费等巨额赔偿。哼，好大的口气！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盛世集团首席法务顾问李峰。你刚才说依据的是哪一条法律？这间商铺的产权在林小满小姐名下，林氏集团的批文根本没有覆盖到私人产强制征收这一项。你想用商业欺诈的手段蒙骗我的当事人？李律师，误会，这都是协商。你算什么东西？关我们林家的事儿！好一个林家！回去告诉你父亲，原本盛世集团还打算把下个月的珠宝展场外包给林氏集团，但现在合作取消，我们还会重新评估林氏的信用评级。忘了，对不起，我们有眼不识泰山，你千万别滚！掌柜，我乃守城副将楚昭，城外叛军正在疯狂攻城，我们的城门已经被撞出了裂缝，将士们的藤牌和木盾也碎了大半。求掌柜卖我等一些坚固的金铁和厚木，只要能守住城门，保住城中3万百姓，楚昭愿用所有军饷和家传玉佩相换。我这里没有金铁，但我有这些，这琉璃之物一碰就碎，如何能挡刀枪？这叫防爆盾牌，别说防砍斧劈，就算战马撞上来，它也碎不了。这简直是防御神物！那这个布带又是何物？城门裂了是吧？用这个，这叫麒麟捆绑绑带，把它套在门栓两端，不断往下压这个金属扣，这爆发出来的拉力比用几十人顶住城门要管用100倍。刀枪不入的透明神盾，能锁住城门的法器。掌柜，这是足粮的观音元宝和纯金令牌，买您的神盾和绑带。成交，赶紧拿去守城吧。记住，工具是死的，能守住城的是你们的命。这是守城金牌，极具历史研究价值，盛世集团愿以800万价格私人收藏，合法合规，明天走公账户打款。对，店面全方位升级，防弹玻璃门，全屋无死角监控，外加最高级别的红外防盗系统。今天下午必须动工。小满啊，你快给盛世集团的王老打个电话解释一下，这都是误会啊！不仅如此，盛世集团刚才单方面宣布终止了跟我们林氏旗下商场的所有合作，业内传出了林氏信用降级的风声，银行那边已经开始催还贷款了。你妹妹不懂事，我已经骂过她了，咱们毕竟是一家人，你不能眼睁睁看着公司倒闭啊！一家人，我妈生病急需30万手术费，我跪在你们林家门口求你的时候，你怎么没说我们是一家人？过去的事是爸爸不对，
爸爸愿意补偿你，只要你让盛世集团收回声明，这件商铺我不要了，我再给你转200万现金，不，500万。林董事长，你的钱我嫌脏，门在那边，慢走不送。你真要赶尽杀绝？需要我叫保安吗？掌柜，史无前例的大劫啊！您的捆绑带简直是巧夺天工的神物，我们把它扣在裂开的城门栓上，无论叛军怎么用冲车撞击，城门都纹丝不动。还有透明防爆盾牌，将士们躲在盾后，叛军的刀砍不破，箭射不穿。最神奇的是，我们能透过盾牌看清他们的一举一动，在他们防备松懈之时，长枪顺势刺出，杀得他们丢盔弃甲。我军竟无一人重伤。兵器趁手就好。看你这表情，城虽然守住了，但还有麻烦。掌柜神机妙算，叛军虽然退了，但他们竟在上游截断了流向城中的河水，如今正值酷暑，城中3万军民，若是3日内没有干净的水源，不用叛军打，大家都要被活活渴死。您这里可有能解燃眉之急的天降甘露？天降甘霖我没有，不过干净的水源在我这里是最便宜的东西。真的？若掌柜能救我全城百姓，楚昭愿……行了，别发誓了，你等一会儿。楚昭，让你的人准备好所有能装水的大水缸，越多越多。人们，接好了吗？掌柜，城中最大的几十口青铜大缸已经全部就位。是干净的水。这水是甘甜的。掌柜活我3万军民，此等再造之恩，楚昭万死难报。这是城中首富为了感激守城之恩献出的100年雪谷人参，以及1袋东海天然珍珠，全数奉上，只求掌柜能保我大军不断水。放心喝，水管够，水费我交得起。做这种跨时空的资源倒卖，既能救人，又能暴富，简直没有比这更爽的生意了。仙子，老夫又来进货了。怎么，干粉灭火器不够用，火没灭掉？灭了！那干粉法器简直是神物，白雾一喷，阵外的反火瞬间就熄灭了。可是那对头的烈火宗见火攻不成，竟然祭出了他们的镇宗法宝摄魂铃。铃铛。那是音波法宝啊！那铃铛摇起来，声音无孔不入，直接穿透我们的护山大阵。我宗门弟子现在只要一听到那声音，就心烦意乱，根本无法打坐修炼。老夫就算用灵力封住听觉，那魔音依然震得人脑仁疼。仙子，您可有破解这魔音的神物？你在这儿等着。带上这个试试。这法宝戴上之后，整个世界竟然瞬间死寂了，连老夫自己的心跳声都听得一清二楚。这是何等材料，竟比我宗门的隔音结界还要管用100倍。这叫工业级防噪音耳罩，这里有50个，拿回去吧。哪怕旁边有人敲锣打鼓，你们也能安心睡觉。太好了，有了此物，我宗门弟子就能稳住心神了。可是仙女，光防御不行啊，烈火宗一直在外面摇铃铛，我们总不能一辈子缩在阵法里当缩头乌龟吧？仙曲可有能压制魔音的更强的音波法器？更强的音波法器，你今天算是找对人了。仙子，这尊黑色的方尖柏，莫非就是传说中的震天擂鼓？不，这叫重地音炮。对付魔音，就得用更魔性的声音。好强横的声波！这法物里竟然封印着雷霆之音，神物！这绝对是能轰碎敌方心神的绝世武器呀！别废话了，赶紧搬走！音响加上50个降噪耳机。结账，这次拿什么换？这是低阶储物戒，内含一间屋子大小的独立空间，只需滴血认主即可使用。老夫知道仙子凡人躯体搬运不便，这枚戒指全当是购买这震天擂鼓的钱了。
储物戒指，这可是实打实的好东西。烈火宗的孙子们，爷爷今天让你们尝尝什么叫真正的雷霆庭魔印。太方便了！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这实在太小了。无论是楚昭那边需要的物资，还是老头送来的各种奇珍异宝，都需要一个极其安全的地方来存放。预付款我已经收到了，我想麻烦您帮我在云城找一套安保等级最高、带毒地下室的独栋别墅。小满，你放心，盛世集团旗下就有高端地产项目，云顶翠园正好有一套精装现房，地下室是按金库级别防潮防盗打造的，售价1200万，我让人带你去看现房。哟，这不是林小满吗？怎么拿着那10万块的施舍跑这儿来见世面了？姐姐，这里可是云顶翠苑，随便一套平层都要大几百万，你该不会是来应聘保洁的吧？小满，不要为了跟我们赌气，就跑到这种你消费不起的地方来。菲菲今天刚签了一个大单子，我们是来看婚房的，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你要学会接受。差距确实挺大的，不过消费不起的人可能不是我。你该不会说你想买这里的房子吧？这位女士，如果你不是来房的，请不要在大厅逗留。请问您是林小姐吗？我是这里的负责人，王老已经打过招呼了，云顶1号独栋共别墅的合同已经拟好，1200万全款，手续今天就能办完，您随时可以拎包入住。1200万全款买独栋别墅，这怎么可能？啊！小满，你真的？林小姐，请问这2位是您的朋友吗？不认识，太吵了，影响我签字。还愣着干什么？把这2个大声宣谣的人请出去！云顶翠龙不欢迎这种没有素质的客户。用合法合规的财富进行精准降维打击，远比无能狂怒的争吵要高效得多。掌柜，水的问题解决了，全城百姓感恩戴德。但现在我们遇到了一个更棘手的麻烦，城中混入了叛军的细作，他们暗中散播谣言，说我军已经是强弩之末。更糟的是，那细作不知藏在何处，每晚会用飞鸽传书向城外的叛军汇报我军的布防和兵力。若抓不出此人，城池早晚要破。抓细作，拿去。掌柜，这是千里眼，可这大半夜的，就算有千里眼，也看不清屋顶上的飞鸽啊。这叫红外夜视萤。这黑夜视物如白昼，还能看清活物的气息，这绝对是仙家法宝。有了这个，细作就算躲在瓦砾堆里放鸽子，你也看得一清二楚。这个叫对讲机，你拿着一个，让你最信任的副将拿几个，分别守在城池的4个方位。只要你用夜视仪发现了细走的位置，按下这个按钮说话，你的副将瞬间就能在城池另一头听到你的声音，不用击鼓，不用传令兵，悄无声息就能完成包抄合围。千里眼加顺风耳，掌柜神机妙算，有此等仙家手段，细作插翅难逃。楚昭这就去抓人，去吧，抓活的，问出城外叛军的粮草大营在哪儿。打仗不能光被动防守，得主动出击。末将领命。居然是林建国和赵轩。林氏集团现在资金链断裂，被盛世拍卖行全面封杀。林建国估计是走投无路了，想起我白天拿出的那10颗极品帝王绿翡翠，所以拉着同样缺钱的赵轩，想来个入室盗窃，没有丝毫犹豫，直接拨通了报警电话。喂，110吗？我是云林街44号商铺的业主，我的手机监控显示，现在有2名成年男性正在破坏我的商铺门，试图入室盗窃。我已经录下了全过程，请你们马上出警。查，别动，放下手里的工具。抓到了，抓到了，
掌柜的顺风耳和千里眼简直是神技，千米沉南废弃茅房顶细作。李副将，行动！审出东西了吗？审出来了。他不仅交代城内其他几个暗桩，还把叛军藏匿粮草的地点吐了个干干净净。只要今晚我亲自率领500轻骑，趁夜色奇袭敌军粮仓，叛军必败无疑。烧了他们的粮草，这仗你们就赢定了。这一切全仰仗掌柜的神物。掌柜，这是我从城中太守府的藏宝阁里寻来的。太守感念您赐水赐盾之恩，特将此物献上，全当是这批神物的货款。虽然我不懂古董鉴定，但这纸张的质感无一不在彰显着它的价值。这可是正儿八经没的真迹，东西我收下了。祝你今晚夜袭大捷。借掌柜吉言，楚招去也。仙子救命啊！重低音筒坏了，还是降噪耳机没电了？都没坏，震天鼓一响，烈火宗的魔音直接被盖了过去，他们气得吐血退兵了。我的耳朵！可是竟然在我们的户户山大阵外布下了一座千幻迷雾阵。迷雾阵？对啊，现在我天机宗外围全是白白茫茫浓雾，伸手不见五指。那雾气不仅遮挡视线，还能屏蔽神识探查，颠倒方向。我宗门几个负责巡山的弟子刚走进去就迷失了方向，现在在里面转圈搭讪出不来呢。仙子，您可有指引方向、破除虚妄的陷气呀？你在这等我2分钟。前几天刚搬进这套别墅，为了清理院子里的落叶，我特意在网上同城急送买了几台大功率的园林清理工具。仙女，这是何等奇门兵弊？这叫大功率汽油背负式工业风机，也就是俗称的12级台风制造机。仙子收神通，快收神通！这管子里竟然封印着9天诰风，好恐怖的风系法则！你找几个力气大的弟子，背着这个机子，对着那些雾气给我狠狠的吹，管他什么千幻万幻，12级台风过去，直接给他吹回烈火宗的老家去。至于辨别方向，拿着这个指南针，红色永远指着南方，跟着箭头走，闭着眼睛都不会迷路。妙啊！用极致的罡风吹散虚妄，仙子真乃神人也！老夫这就拿去破阵。仙子神了，简直是夺天地造化之神物！老夫挑了几个体格最壮的体修弟子，背着那个9天罡风机，顺着您那指北池的方向，对着迷雾就是一阵狂吹，那狂风呼啸，犹如怒龙出海，12级高峰直接把那千幻迷雾连根拔起，应声给吹回了烈火宗的阵营里。烈火宗那帮孙子猝不及防，全被自己的迷雾困在了山脚下，现在正像没头苍蝇一样在里面互殴呢。我天机宗不费一兵一卒，大获全胜。仙子，这是我天机宗药王谷炼制的百草培元丹，虽然不是什么能白日飞升的仙丹，但凡人服下可固本培元，百病全消，延年益寿，全当是购买钢飞机的货款了。这药我收下了，合作愉快。第二天一早，我带着楚昭昨天给我的那几幅古代真迹字帖，来到了盛世拍卖行的贵宾室。小满，这是流传有序的大开门真迹啊！纸张、墨迹、印蘸，完美无瑕，而且保存的如同刚写出来不久一样。这几幅字帖我上拍，保守估计成家价在3000万左右。那就全权委托给盛世了。没问题。另外，小满，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昨晚因为涉嫌入室抢劫，破坏私人财产，被警方当场抓获。消息一出，林氏集团的股票开盘直接跌停，银行全面抽贷，林氏的破产清算程序已经正式启动了。至于林菲菲，她名下的所有资产被法院冻结，现在正面临着巨额的违约债务。善恶到头终有报，用法律手段解决他们，干脆又干净。王老，我还有一件事想请您帮忙。您尽管吩咐。我想注册一家属于我自己的投资贸易公司，名字就叫凌霄。资金和资质审批方面，我希望盛世集团能提供专业的法务和财务协助，一切都要合法合规。林家已经彻底倒台，而我的凌霄公司即将拔地而起。有了合法的企业外壳，我以后从异界倒卖过来的古董和资源，就能名正言顺在现代社会转化为庞大的资本。情况不对，夜袭失败了。不，夜袭大获全胜。昨夜我率领500轻骑，在顺风耳和千里眼的配合下，犹如神兵天降，如同一柄无声的黑色手术刀，直接烧毁了叛军的粮草大营。轰然化粮草作瞬间补中期烈焰，照亮了整个空气。叛军军心大乱，今日清晨已经全线溃退。那这不是好事吗？
你板着个脸干什么？可是掌柜，我们没败给城外的叛军，却快要死在自己人的算计里了。怎么回事？朝廷派来的钦差带着5000禁军到了，朝中那些奸臣嫉妒我守城之功，更忌惮我手中的兵权。他们买通了钦差，竟然指鹿为马，说我军中那些透明的防暴盾牌能抽出下水的管子，全夺我的兵权。还要我交出幕后的妖女，若我继业子时之前不束手求擒，他们就要用勾结要挟的罪名，将我麾下的将士全部就地正放。你打算怎么做？带着你的兵造反，跟那5000禁军拼命？楚昭宁死不屈，大不了跟他们鱼死网破，也绝不让我手下白白受死。拼命那是下策。既然他们喜欢把科学叫妖术，喜欢拿神鬼之说来做文章，那今天我就给他们看点真正的神迹。这是何物？这叫无人机，你把它理解成能受我操控的机关神鸟就行。今晚是个阴天对吧？云层厚不厚？回掌柜，今夜确实阴云密布，不见星月。那就最完美了。楚昭，你带上这个机关神鸟，等会儿回去，你让人把它升到半空中。我会用投影仪直接把这尊法像和神谕打在钦差营帐上方的云层上。在那个时代，如果天空中突然出现巨大的神明法像，并且明确降下护佑他楚昭的神谕，那5000禁军溜得吓得跪在地上磕头。兵不血刃，攻心为上。去吧，今夜过后，我看谁还敢动你一根汗毛。楚昭，子时已到，你若再不交出妖物和幕后妖女，本官便按谋反罪将你就地正法。差不多了。那是什么？九天玄女显灵了！楚将军是神将下凡，天命所归啊！钦差假传圣意，陷害忠良，惹怒上枪，给我拿下！掌柜神威，一束奇光便收服了5000禁军。这是从钦差行语里查抄出来的贡品，特借花献佛，感谢掌柜救命之恩。每一件的品相，东西我收了。记住，神技只能用一次，用多了就不灵了。以后要坐稳你的位置，得靠你自己实打实的政绩和军功。末将谨记掌柜教诲。没错，全都是合规合法的传世珍品。林董，您的凌霄贸易投资有限公司已经注册完毕，办公地点我已经帮您安排在了云城的甲级写字楼。另外，林氏集团的破产清算已经到了尾声，这片市场现在是您的了。仙子，老夫又来求救了。哼，吹风机没油了？不是吹风机，那迷雾阵破了之后，烈火宗已经撤退了。是灵田，我天机宗的药王谷出事了。药王谷？那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千亩灵田啊！仙子，你一定要救救那些灵药。魔宗和烈火宗接连攻山，我宗门虽然守住了，但地脉的灵气被抽干，如今药王谷里的灵土枯竭，那些珍稀灵草马上就要死绝了，这可如何是好？仙子，您可有能让灵土起死回生的仙家土壤啊？植物长不好，不一定是非要什么灵气，也可能是他们缺钙、缺磷、缺钾了。缺氮、缺磷那是？不用懂，我这就给你安排现代仙土。刘老板，我要2吨最顶级的复法肥和浓缩营养液，现在就要，我出双倍价格，加急附送。这叫金科拉复发肥，
另外这几袋叫高浓度尿素。仙子，此物气味为何如此刺鼻？良药苦口，好肥刺鼻。回去之后，把这些颗粒均匀的撒在你们的灵田里，然后浇足水。不出3天，你那些快要死掉的灵草不仅能起死回生，还能长得比以前粗壮1倍。竟有这等奇效！如果没效果，全额退款；如果有效果，我天机宗的丹药库任凭仙子挑选。那老夫这就回去撒肥。仙子，神迹呀！您赐下的那几袋金克拉仙土，简直是夺天地造化。仅仅1夜过去，那些原本快要枯死的灵草，不仅全部重现生机，甚至疯狂生长。您看这株紫叶雪参，原本只是100年年份，撒了化肥后，药力直接暴涨到了500年。我药王谷的弟子们现在收割灵草都快累趴下了。有用就行。那说好的货款呢？自然不敢忘。这是回春丹，凡人服下虽不能长生不老，但绝对能固本培元，驱除百病，延缓衰老。仙子大恩，天机宗没齿难忘。成交，以后缺肥了随时来找我。王老，凌霄贸易公司的手续办好了吗？我手里有一批能延缓衰老、强身健体的特上药，我想找一家生物制药实验室量产。小满，只要药效真有那么神奇，实验室和专利申请包在我身上。盛世集团旗下就有顶级的医疗团队。那我就静候佳音了。怎么冻成这样？大梁的边城下暴雪了，100年难遇的极寒天气，提前了整整2个月。自从上次用您的神明投影设伏了钦差和禁军后，朝中那些奸臣不敢在明面上动我，但他们极其恶毒，竟然彻底断了边征10万居民的过冬粮草和冬衣御寒之物。不仅如此，因为极寒，城外涌来了上万名衣不蔽体的流民难民，如今城中无柴无炭，将士们穿着单衣在风雪中巡逻，难民营里每天都有人被活活冻死。掌柜，我们手里有金银，但大雪封山，根本没有商贾敢来边城卖粮卖衣啊！你需要多少人的冬衣和粮食？城中居民加上难民，足有11万口。若是能有御寒的冬衣和能果腹的热食，11万件冬衣。即便在现代工业社会，大半夜的要一次性调集11万件羽绒服也极具挑战，更何况那是在打仗的古代，羽绒服的面料在古代战场上太容易被利器划破，一划就漏毛，根本不耐造。有了，李厂长，对，还是我，不需要等明天了，就现在，按照刚才谈好的加急费，我再给你提20%。定金马上打到你公账上，给我送到云城南郊的物流仓库。老板，你仓库里那些速甩品都打包卖给我吧。只要里面的加热包、米饭和菜包外包装一律不要，立刻装车加急送货。掌柜，这些绿色的厚重衣物是？这叫军大衣，你感受一下，好暖和，竟比上等的兽皮还要防风御寒，而且这布料极其坚韧，寻常荆棘根本划不破。再看看这个，只需要一点冷水，就能把生米煮成熟饭。这仙家食盒竟能不生火就吃上热饭，若是将士们在风雪中能吃上一口，战力必将翻倍。掌柜，这些神物我要全买下。11万套军大衣加雷锋帽，外加50万份自热口粮。陈慧，结账。好，
你在这儿等着。把你们城里的马车全叫过来拉货，顺便告诉那帮奸臣，大梁的国库空了，但我林小满的仓库永远满着。反了！你们这是造反！这等来历不明的奇装异服，还有那妖法生热的食物，全给本官嚼了！监运大人，朝廷断绝我10万军民粮草，将士们在风雪中连单衣都穿不暖。如今我们靠着自己的本事筹集到了御寒冬衣和口粮，你凭什么讲？就凭我是钦差监军，这等绿色怪异行至违禁，谁知道是不是你们勾结敌国的筹码？来人，给我扒下来！楚将军乃神将，你克扣军饷，还想断我们的活路？兄弟们，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克扣军需，企图哗变，贪墨赈灾粮饷，签了字，我派人套上马车，把你舒舒服服的送回京城大理寺受审。当然，你也可以不签。这城外暴雪封山，你若是穿着单衣走出去，活不过半个时辰。虽然公司没有进行任何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但这款产品凭借极其显著的功效，已经彻底打响了名号。靠着顶级富豪圈子的口口相传，不到半天抢购一空的战绩，仅仅只是一个开始。你就是林小满。这里禁烟。另外，我没预约过你。年轻人，火气别这么大。我今天来是给你送钱的，1000万，买你那个回春液的全套配方和独家生产权。1000万？嫌少，林小满，别以为你靠着盛世集团的渠道卖了几盒药，就能在这个圈子里站稳脚跟了。医药这一行，水深得很。只要我随便找几个媒体，发几篇关于你这33产品重金属超别的通稿，你的公司明天就会倒闭，到时候你1分钱都拿不到。说完了吗？李律师，你可以进来了。你这是什么意思？钱董，刚才你试图以商业诽谤和捏造事实为手段，对我的当事人进行敲诈勒索的言论，我们已经全程录音。另外，凌霄回春液的所有核心成分已经在1个月前完成了全球 PCT 专利申请。该产品的所有质检报告均由国家最高级别的第三方独立实验室出具，完全合法合规。你那套靠媒体抹黑、仗势欺人的下作手段，对那些小作坊管用，对我不管用。1000万想买我的专利，你公司的总市一直加起来都不够赔我名誉损失费的。你敢阴我？我这叫正当防卫。对了，钱董，来之前你没看今天的新闻吗？盛医疗集团已经将旗下所有医院的高端保养品供应商全部替换为凌霄公司，你们那几款智商税已经被全线退货了。林小满，算你狠！这就是现代文明的商战，用绝对的产品优势和坚不可摧的法务壁垒，直接将其碾压至渣。仙子，仙子在吗？老夫又来求神物了。这是什么新品种的知了？知了，这是噬灵蝗虫啊！仙子赐下的仙土太猛了，药王谷的灵草长得太好，灵气太足，结果把方圆百里的噬灵蝗虫全给招来了。这帮虫子铺天盖地，专吃灵气最足的仙草。那就用杀虫剂或者法术打啊！打不得呀！这噬灵蝗虫最克我们修仙者，它们不仅甲壳坚硬，而且能吸收法术中的灵气。我们用火球术烧它们，它们不仅烧不死，反而吸收了火灵气变得更大。用飞剑砍，它们就吸飞剑上的灵气，这简直是打不死、饿不死的瘟神呐！刃气，也就是说，只要有灵气的攻击，对他们就是补药。正是如此，仙子可有不含半点灵气，却能诛杀这虫灾的神物？巧了，我这儿什么都不多，就是纯物理的东西多。
看好了，老头，这叫太阳能屏战式高压杀虫灯，这里面的光对虫子有致命的吸引力，而外面这层铁网通了3000伏的高压电，纯粹的现代物理电能。扔一只进去，这一道没有任何灵力波动的凡雷，竟然把噬灵蝗虫直接劈成了飞灰！神雷法器，这是专克灵虫的9天凡雷法器呀！行了，别9天10天的了，这玩意儿我仓库里多的是。这东西上面有太阳能板，只要有太阳就能自己充电，晚上自动亮灯杀虫。把这些插在你们药王谷的地梁，保证让那些虫子有来无回。科学打败魔法的终极防线，已经彻底在修仙界拉开序幕。仙子大恩，这是我天机宗的微型巨灵阵盘，凡人佩戴在身边，虽然不能修仙，但能时刻受纯净灵气滋养，延年益寿。成交。掌柜，起来吧。那11万套军大衣和自热口粮够用？太够了！将士们吃饱穿暖，不仅扛过了暴雪，甚至连冻疮都没长几个。还有个棘手的问题，仗都打赢了，还有什么棘手的？是城墙。之前叛军攻城，虽然被您的捆绑带锁住了城门，但两侧的城墙被冲车撞出了好几个大豁口。来年开春冰雪消融，恐怕会有流寇趁虚而入。那就修啊。修不了，如今天寒地冻，滴水成冰。我们古代筑墙全靠黄土、糯米汁和碎石夯筑，现在这温度，泥浆倒下去就冻成了冰疙瘩。所谓的冬日筑墙禁忌，不过是又一场轻而易举的降维打击。楚昭，你听说过击剑狂魔吗？击剑狂魔，那是何方神圣？不用管是谁，你只要知道，在现代工业面前，冬天修墙根本不算事。喂，王总，我要一批高飘耗的速干防冻水泥，顺便再给我配一批工业级的保温篷布和手飞翻斗车。啊，看好了，把这东西和沙石水混在一起，填进你们城墙的豁口里，它不怕冻，几个小时后，它就会变得比你们大梁朝最坚硬的青石还要硬。不信你等2个小时再看。这简直是点石成金的神仙手段啊！有了这速干水泥，别说修补城墙，就算是在这冰天雪地里凭空拔起一座要塞，也不在话下。带回去。掌柜，这是编成几座大雪山的开采权，以及太守府批复的通商免税文书。以后只要是大梁的疆土，掌柜的商队畅通无阻。让将士们感受一下现代击剑的速度。仙子，药王谷的虫灾彻底平息了，那太阳能高压杀虫灯简直是天道神器呀！那些噬灵蝗虫被劈得灰飞烟灭。虫子解决了就好。还有事？虫灾虽解，但我宗门过几天要举办100年仙道大会，广邀天下同道来天机宗论道。这是好事啊。可是之前魔宗和烈火宗接连攻山，把我们主峰上用来夜间照明的极品月光石全给打碎了。如今主峰一到晚上就黑灯瞎火，这要是让其他宗门的人看见，岂不是要笑话我天机宗没落了？仙姐，你可有能驱散黑暗，照亮整个山头的仙家明灯？在这等着。这是何物？这叫太阳能户外高降 LED 探照灯。哎呀，我的老天！这黑匣子里竟然封印着一颗小太阳！它上面这块板子，只要白天晒晒太阳，晚上就能一直亮着，风吹雨打都不怕，亮度比你们那什么月光石强10000倍。这里有50台，你拿回去，我保证你们的仙道大会绝对是最亮堂的。仙子，这是清心玉骨戒，佩戴者不仅冬暖夏凉，更能百毒不敷，心魔不扰，请仙子务必收下。行了，赶紧搬回去布置你们的会场吧，祝你们大会圆满成功。那些由异界源源不断输送来的逆天灵药。林董，这是我们名下新成立的凌霄医疗慈善基金会本季度报表。在现代资本的包装下，
已经成为撕裂现代医疗垄断的终极利刃。通过我们将回春液和培元保健品的高端市场利润进行合法返本，我们在全国贫困地区已经全资捐建了30所高标准现代医院，所有的资金流向公开透明，受到了官方和媒体的高度赞扬。林氏集团那边的情况呢？林建国因为多项经济犯罪和蓄意破坏他人财产，2审维持原判，10年有期徒刑。林菲菲名下没有任何资产，目前在一家工厂做流水线工人。赵轩现在只能在工地上，一切都在法律的框架内，得到了最公正的裁决。很好，正义也许会迟到，但法律绝不会缺席。李律师，辛苦了。这是我的职责，林董。我只是一个穿梭在不同世界的导言，我用现代社会的工业结晶，给那些绝境中的人带去希望。看来又有新客户上门了。纯净的阳气，没有辐射粉尘，没有窜雨腐蚀的刺鼻味儿。这里是传说中的伊甸园吗？伊甸园算不上，但这里是绝对安全区。你是谁？遇到什么麻烦了？我叫阿星，是废土73号避难所的拾荒者，求您救救我们！避难所的净水循环系统彻底崩溃了，地下水被辐射严重污染，大家已经3天没喝过一滴干净的水了。更糟的是，外面成群的酸液甲虫闻到了我们的气味，正在疯狂啃食避难所的合金大门。那些虫子外壳坚硬，还能喷吐腐蚀酸液，我们的电磁步枪根本打不穿。大门一破，几百号人全都要变成虫子的口粮了。求您赐我们一点纯净水，还有能对付装甲虫子的武器。缺水，装甲虫子，水好说。这个纯净无辐射，微甜，够你们的人硬个极了。天哪，这么大一桶，竟然没有一丝浑浊，这在废土上比黄金还要珍贵100倍。这东西在我们这儿是专门对付虫子的神经毒剂，虽然对人没什么大碍，但只要喷到虫子的呼吸孔里，保证让他们神经麻痹，当场抽搐。就这小小的铁罐子，拿着，回去对着那些甲虫的脑袋喷。结账，你们废土世界拿什么买单？我身上没带什么值钱的，这是我在高辐射废墟里挖出来的微型冷坏变电池，还有这块废土底层建筑 AI 代码芯片，原本想拿去黑市换水的，全都给您。微型冷聚变电池 AI 底层代码，这东西在废土也许只能换1桶水，但拿到现代社会，这就是能够引爆第4次工业革命的王炸。成交，快回去救人吧。门要破了，跟他们拼了！大家退后！毒气！阿星带来了神奇的化学毒气弹。林董，这怎么可能？这颗只有拇指大小的电池，里面的能量密度是目前市面上最先进锂电池的几百倍，而且能量输出极其稳定，完全没有热石头的风险。如果能逆向工程解析出它的部分材料结构，我们至少能把全球的固态电池技术向前推进50年。需要多久能力产降价版的平替产品？最多3个月。很好，放手去做吧。这颗重磅炸弹一出，全球的新能源汽车股票全线暴跌，而凌霄集团的估值在1天之内直接突破了1万亿的。董事长，凌霄集团这电池一出，我们的车根本卖不出去，上千亿的产业链马上就要变成废铁了。一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丫头片子，也想吞下这么大的市场？找业内最顶尖的黑客团队，不惜一切代价，今晚黑进凌霄集团的服务器，把他们的电池配方给我偷出来。只要拿到配方，我们就用庞大的法务团队去告他们侵权，把他们拖死在官司里。是。林董，有境
境外顶级黑客团队正在对我们的核心服务器发起疯狂攻击，试图窃取固态电池的数据。慌什么？启动防御协议。Target lock。林董已经成功锁定了黑客的 IP 地址，并且顺藤摸瓜侵入了雇佣他们的腾越集团内网。干得漂亮！把这些证据，一份发给经侦大队，一份直接发给各大权威媒体。过去的1年里，大梁边城的楚昭寄来了古代最顶级的云锦和御赐宝剑，他已经成了名震天下的大元帅，国泰民安。修仙界的天机宗大长老定期通过光门给我输送着没有任何副作用的灵草提取物，而废土世界的阿星靠着我提供的泡面、矿泉水和抗生素，成功建立了一个没有污染的绿洲避难所。新年快乐！门开了，准备迎接下一位客人。